新年快乐！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多多的留言。好，我们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中华战略暨兵棋研究协会理事长黄杰正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马上有福，马上有福。接下来是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教授。何荣好，大家好。祝大家这个新的一年呢，马上平安，马上平安。另外，第3位是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秉宽老师。何荣好，大家好。新的一年祝大家马年安康。好，那今天呢是2月21号大年初5啊，在这个地方祝大家新年快乐，马上就能够平安，马上就能富贵。当然呢，马上订阅寰宇全世界，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好，那农历春节呢，可以说是春暖花开，但是今年重中之重，大家还是会看的是中美两强的关系啊。这中美会不会也进到一个春暖花开的阶段？美国总统川普呢，预计在今年的4月份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态势目前看起来啊是越来越明朗。那川普最早提到这事呢，是在1月23号，他在空军1号上面呢接受媒体访问时，他公开了这项行程。美国驻中大使庞德伟也曾经透露，川普回邀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的8月到9月这段时间回访美国。但现在外界也看啊，原因跟美国的其中选举大概脱不了关系。好，那即便呢，中国大陆内部在1月底传出了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席张又侠，还有中央军委，同时是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2人遭到立案调查，但川普呢，先前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只表示，他强调了，他说在中国只有一个老板，这个老板就是习主席。而在年前，我们也看到了美中俄3国的元首啊，在2月初彼此也先通过了一个热线电话。川普2月4号晚上呢，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那事后呢，川普向外界表示，中方考虑进一步要采购美方的农产品，包括在第1季要把戴亚豆的采购量提高到2000万吨。那习近平方面则是重申，台湾是中国大陆的领土，美方必须慎重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好，现在问题来了，黄老师，我先请教哈。那么4月份现在看起来态势，中美两国的元首会这个川习会呢，态势是很明朗，而且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从先前的讨论到最后启程互访，这之前应该已经很多事情都谈定了哈，不然可能连飞都不会飞。那我所以请教，在4月份的第一次会面，这是今年川习2人的第一次会面。现在也看到了，先前在2月4号通了热线，而且提到了军购问题啊。您觉得在4月份的川习会可能的几个重点方向会是什么？对于北京来讲啊，尤其是在对美工作上面，过去30-40年来，最关键的就是台湾问题。那么一路的演进到现在叫做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所以在4月份这个川习会的时候，应该会台湾问题是躲不掉。我们再回看2月4号那个通话，其实这个美国总统跟习近平通话之前，习近平是先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那么中俄通话的内容应该跟中美不一样，但是中间也有一些重叠啊，包括伊朗的问题到底要怎么办啊，乌克兰战争要不要结束？可是就美国来讲的话，我觉得川普去北京最重要就是 trade deal，就是能够把这个交易啊，能够把它实质化。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川普本来就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在除了关税以外，也在广泛的贸易上达成一个协议。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今年美国有期中选举，他要把经济搞上来是他这个重中之重。所以你看，在我们现在回想2月4号那个时候通话的时候，有谈到要加买玉米，而且是今年的第1季。有谈到这个石油因为委内瑞拉的事情，就是能源。另外就是美国最在行的飞机引擎，
这些其实川普到大陆是去做生意的。那个通话之前，我们看到很多国际局势的变化，会发觉，到底4月还要不要去啊？对，就是中美之间问题那么大，可是我觉得那通话的那个讲话的内容，让我感觉双方都想4月见面。感觉上双方都希望4月这个不要有任何的变数，不要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先把自己的条件都开出来了。美国要的是经贸，特别是在经济议题上面。那中国方现在要的是特别军购的部分，是这个部分会怎么谈呢？这个军购，我觉得要分2个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农历年前啊，这个沸沸扬扬的就是1.25兆台币的这个特别军购条例，到底要不要过？那要不要进程序委员会？吵了很久。那在这个之前，美国有一部分正式通知国会的啊。这个1110亿美元的这个军售项目，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大陆极端敏感的啊。就是如果全部都准时到达，做好训练，然后能够发挥战力的话，我们可以说新一批的军购很可能会对中国大陆决定用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的时候，它会遭到比较顽强的抵抗。当然啦，美国在交货的期程上面，这个一直没有办法依照当初合约来走。那这些钱投入以后，过去的 F-16交机那么缓慢啊，等到特别条例、这特别预算走到最后1年呢，第一架还没有飞回来，那可以想见，就是国会对于再投入那么多的钱是有疑虑的。所以老师觉得川协会先前也讨论的沸沸扬扬的第4公报，这个部分的可能性，您觉得？我觉得美国有相当的动力啊，因为第3个联合公报是44年前，你想想看，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的国力，那有很多的变化。所以如果在中国的立场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要处理好未来中美竞争的关系，这个战略竞争，如果能够走在一个双方都能够感觉到是相对稳定的道路上面的话，这个第4项联合公报是有一个引领的作用，应该跟军售也会有一些关联哈。那就看了，因为这跟还牵涉到台海两岸关系如何发展的问题。因为先前的3公报，还有包括台湾关系法，其实都围绕在所谓的军武啊，就是这些防御啊，主要就是一个中国原则或政策，另外一个就是对台军售会不会有变？那这个东西其实在1992年老布希总统宣布对台军售150架 F-16战机以后，这前面3项联合公报只剩下一个一中，其他的东西都已经变化很多了。所以两岸之间现在大家在看的是说，今年尤其在军事上面哈，那会不会因为军售，然后呢造成态势的转变？那川普呢曾经被媒体追问啊，会不会担心说解放军在一开年就进行这个清洗整肃，对于中美关系的稳定，或是刚提到的台湾议题上面有产生任何影响？川普的回应是呢，他密切有在关注这件事情，而他认为呢，习近平在中国大陆备受尊敬，习近平就是中国唯一的老板。还有一位领导人呢，在这个美中元首会面之前呢，他是很想先跟川普来一场会面啊。这个人当然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日本共同社也报道说，高市希望在川普访华前呢，先来安排与他的见面会谈，确认日美同盟关系的稳固，而且共同商讨对华政策。回顾这次日本的国会大选呢，我们看到高市在先前受访时也强调，他并不是主张，因为他针对了所谓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这个引发的冲突、引发的争议哈。那他强调说，日本主动对中国大陆采取这个军事行不是啊。不是主张日本主动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如果台湾发生严重事变，日本需要优先联合营救在台湾的日美公民。那如果美军遭到攻击，但日本袖手旁观呢，就会造成日美同盟彻底瓦解的这些疑虑。所以文佳老师对于日中关系在今年想要回温，日本外务省会给高市什么样的建议？您觉得？我首先来看呢，其实这个日中呢，这个今年要见面的领袖。要见面机会，我想是非常之低哦，可能性很低哦，因为来自一个其实在2月8号
我想高市早苗领军的这个自民党改选呢，也获得了胜利嘛，那因为为什么胜利？基本三个原因嘛。第一个，他本身他就是一个铁娘子，就是英国的铁娘子的一个自居，而且他是对接了安倍2.0加上这个川普的2.0啊，所以彼此之间呢都是一种保守，而且呢相对右派的，所以他们之间呢是彼此之间是更加的紧密哦。那第二个，他胜选原因当然就是他的经济政策等等哦。那第三个就是他的外交跟安全保障哦。因为其实台湾有事等日本有事，其实这也调动了日本国民整个对他的一个支持啊。因为毕竟这个日本呢，其实他的从战前到战后，其实他都是以投亚入欧哦。他认为这是日本有优越感。那刚好高市早苗调动这个日本的优越感就是他要置于中国，不受制于中国。这个底气之下，这个自民党的在众院的改选是当然是获得胜利嘛那所以这样的安排的话，可能就是说，既然是他对中国是强硬的。所以他此时此刻他也不容易去跟这个习近平去做一个见面此外呢，我想刚刚您所讲的是有个梗就是我们记得那时候这个高市早苗10月21号就任首相接着1个礼拜就跟这个川普先见了面见完面之后才去见了这个习近平11月初在那个就是先美后中嘛，对，就是先美后中，然后接着在11月7号才在国会里面提到说台湾有事他们会启动所谓的集体自卫，集体自卫权那集体自卫权的概念就是它会跟随着美国。那其实如果说一旦台湾有事，那当然跟随美国就是他会就发动所谓的一个后勤，或是说一个情报等的一个协助嘛。那我想说，如果这次呢，这个川普他当然希望去见了这个习近平之前呢，能够跟高市早苗来见面，来做个交换意见那这样子可能也能把这个不管是川普的意志跟这个高市早苗的意志，给它联合起来那当然对整个一个美国、中国跟日本3方面呢，其实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想说呢，此时此刻我觉得日本还是更需要美国的引领那其实这个态度会不会见面，或者是说见面的对话是什么？我觉得还是以川普的意志为意志。这有可能会排在川习会之前，高市就能够如愿的跟川普见上一面吗？您觉得？还是说通个电话？我觉得应该是会见面因为毕竟他们之间是非常的这个 body 会见面，因为毕竟呢有这见面的3分情，那能够有效的沟通，那也让这个川普去这个中国呢也更有底气因为毕竟有日本这个所谓的安全的一个大家一个连接那这样对中国而言的话是形成更大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这个美国呢对中国其实是一种威慑。是用联合的威慑的力道。那如果说有先争取到日本的支持，那当然去中国，那谈起来当然也会这个压制这个习近平的一个气焰。了解。2026 4月其实还有一件大事情就是川普对全球提出的对等关税满1周年了。川普在2月初的社群上面他发文他说他们已经跟印度。就是特别跟印度总理莫迪呢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对于印度所课征的对等关税将会降到18%，印度股市还因此一度出现大涨。彭博报道说呢，川普因为印度向俄罗斯买石油而施加的25%的关税将会移除。而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最新公布，2026 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52.6，重新回到了50以上的扩张区间，远高于路透社所调查预期的48.5这不但创下了2022年8月以来的新高，也终结了先前连续10个月处于微缩区间的走势，显示的是美国制造业的动能有明显的复苏迹象。那现在马上就要满1年了，这个关税这搞得全球真是天下大乱陆老师觉得真的已经达到了川普现在从这些数据来看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些实际的数据？除了我们提到的，还有一些现象可以观察，川普对全球发动的关税战达到他的战略目标吗？我想他有局部的达到他的所谓的战略目标，因为他的战略目标当时有3个，第一个是减少他的贸易逆差，增加他财政收入；第二个是推动制造业回归美国；第3个能够重建他整个供应链的经济的安全。那在贸易逆差这方面还没有办法解决，因为美国去年2025年还是贸易逆差非常的大，这一点还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改善。那至于让制造业回归美国这一部分开始初见的成效，
不管日本、韩国，我们台湾都希望去美国设厂，这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希望在美国的投资能够增加，这会增加美国制造业的这个能量。好，但第三个呢，它的供应链的确在台湾、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的这个支持之下，它会获得一个程度的这个保障。那至于你说它的替代指标的话，像制造业的这个采购经理的指数，确实大家预期48.5，结果是52.6，确实升高很多，表示美国制造业开始活络了。但是这也另外引发了一个问题，会不会有通膨的现象产生？因为目前为止，通膨只有微幅的，还没有整个效应，就关税所产生的通膨效应也没有发挥出来。但是美国的联准会的主席一直很担心通膨，所以他一直不愿意降息，这也是他们在通膨这方面的控制还不错。那至于它 GDP 的成长也不错啊，去年2.2到2.6之间啊。那第四个呢，它这个在就业方面也还不错，所以它在替代指标的方面表现的是不错。所以它战略目标有些达成了，有些还没有达成。是。那今年2020年是它的关键年，检验川普对等关税是不是能够达标，是最好的一年。因为今年要面临它的期中选举，对，这是最好检验的一年。2026确实是非常诡谲的一年啊！刚才特别请3位来宾、3位老师呢写下对2026用一句话或者一个字、一个形容词啊来预判一下今年。来，我们来看一下黄老师，你写的是险哈，这个几秒钟来讲一下为什么险？研究国际关系看得越多啊，担忧越多，确实有很多风险存在。OK， 那如何集体去风险？大家多努力。好，2026是很险的一年。文甲老师是写变与不变。哦，是不是看呢？其实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哦，其实一句话是能够这个道破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就是变。对，那不变就是就是只有永远的利益哦，就是不变。因此呢，我们在看到这个国际关系可能要讲到说每个国家都每个利益跟的立场。好，2026还是充满变的一年。来，罗老师，我认为是乱中还是有序，因为只要川普他是一个信奉，就是他不信奉多边主义，他信奉就是双边对谈的一个人，所以他认为大国政治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那如果他笃信这样的概念的话，那大国可以在很多争议纷争当中，譬如说2月4号跟这个习近平通电话，那习近平跟这个普京通电话，都是一种大国政治的一个方式来解决问题。那我们预计今年可能俄乌战争也会告一个段落，如果没有特殊的，因为目前看起来谈的都差不多了，我认为也会告。那至于川普跟欧洲的这个国家的关系呢，虽然是有点混乱，跟过去美国跟欧盟国家的相处有点不一样，但是呢，我相信还是有一定的规则可循。只要这欧洲国家找到跟川普的相处之道的话，应该问题都还可以解决。好，所以有很多的风险，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希望还是乱中有序。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在2026，其实全球还是会关注地缘政治风险，尤其在2026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其中之一就是在台海。我们来看几个数据这个包括了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所提交的一份报告《2025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当中内容呢是罕见的以高度又直接的语言指出了人民解放军呢，正以2027年具备在台海冲突中取胜的能力作为明确的军事目标。而这个报告当中也指出，解放军已经不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反复的演练3种可以实际操作的路径，包括2栖登陆作战，还有密集飞弹与火力打击，以及海上封锁，像是切断航道啦、港口还有外部的补给，让台湾承受长期的压力。先从海上封锁这个层面来分析的话，解放军的战机侵扰西南空域的架次
虽然说这段期间并没有感觉到明显有增加或增大的趋势，但解放军的军舰却是常常绕到台湾东部的海域，比如说也派出了像是075型的2栖攻击舰呢，在台湾东部。那请教黄老师，兵推方面曾经也针对这些沙盘推演过、兵推过哈。那解放军目前大家都会想，我们在讲的是封锁台海，哪几种想定曾经兵推过？几乎可以想，对研究解放军的人来讲，目前以东部战区，如果再加上南部战区，可以动用的武装力量，包括火箭军，通通算在里面。所有可能对付台湾的大到弹道飞弹，小到远程火箭，都推过了。那真正因为大陆现有太多的火力跟兵力，是可以投射到台湾，或者是超越台湾进入西太平洋，这个他能力已经具备了。所以封锁是不困难的，对不对？封锁基本上 blockade 在军事上面就是严谨的军事的定义上面，封锁已经是战争行为。所以一旦用这个字 blockade， 那基本上就等于宣战了并不是那个国会宣战，而是就是战争行为了。那但是第二个封锁蛮难的，你要封多久？封锁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东西进，也没有东西出。对那你要封锁多久？3天，还是3个礼拜，还是3个月？封锁又分局部封锁还是全面封锁？再下一个层次，碰到封锁就会影响国际民航跟国际海运，那这个就会惹毛很多人，影响很多人。要不要做多久？那以目前中国大陆搞的2栖攻击舰或者是2栖攻击登陆舰这一类的，以现在目前的部署来讲，还停留在拒止，基本上它不是封锁台湾用的，也不是打击台湾，还说不上。最重要的是不让外军干涉或介入，所以基本上还停留在反介入跟那个区域拒止的这些作为，包括海上民兵都是这一类。那所以台湾要怎么样面对所谓的封锁，然后进行反封锁呢？诉诸国际是一个方法，还是打电话诉诸国际？那个都是兵棋推演的第一动作了。先召开国安会紧急会议，然后再打电话找外国人帮忙。这些所有参演的人都会做。但是我们真正突破封锁的问题，我们会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向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所以我们的手不会伸得太长。所以如果它是远端封锁，那我们都是什么打坦克的，或是短程无人机，那基本上你没有兵力去突破它，那护航更难。对，所以这就是包括海军在内的，就有不同的派别。有人认为台湾绝对不能够只做这个近海海军，我们要有一定的能力去把我们需要的物资，包括食物、医疗、这个能源，要能够把它护送回来。因为别国不会帮忙，而且其实封锁它应该不是一下子就收紧全部，而是逐步的。对，有可能啊，这种各种可能性都有。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如果你要应付所有可能超过我们的国防能量，超过我们要花太多的钱。军队包括美国在内，台湾也一样，古时候也是，现在也是。有一句话最难回答。就是 How much is enough？ 我投入多少资源，我才会感觉到安全？我确定他弄不到我。这是一个答案千古名将都在找答案。所以其实不管封锁也好，反封锁也好，要考虑的就是那个 cost 对，这到时候的成本代价啦。那刚刚提到说这份2025的军事安全发展报告特别也列出了中方对于美国本土的威胁这个报道当中也指出呢，中方的核武扩张、网络作战加上太空能力，已经具备在危机或冲突中将会直接的影响到美国，而且是连美国本土都可能受到威胁，像是美国本土的社会运作啦，还有包括美国自身的这个军事调度能力。那解放军我们知道他们的3航母现在已经正式成军成型，而且呢是演练的越来越熟悉，在逐步的进逼之下，似乎现在常常讲说第1岛链、第2岛链、第3岛链，起码在第1岛链已经有把握跟美军来作战了。那当然这个对战双方
把它拿出来比较的话呢，美军现役有10艘航母啊，但是不太可能一次出动10艘。那如果真的对峙的话，在第一岛链，文甲老师认为解放军在第一岛链阻止美日因为反介入它可能会做法是什么？的确呢，其实在中国现在的一个军事强大以后啊，其实它是之前是从近海威慑，现在到了结构性的挑战美日的安全体系那当然此时此刻呢，我觉得这个我们以前一直仰赖着台海安全是来自于美日的介入嘛，介入。那其实现在的演变当然这个中国随着它的这个陆海空天电网再加上你讲核武，再加上太空等等这些呢，其实中国已经有长足的一个进步那当然这会引起这个美国跟日本他们的一个高度一个紧张那但是其实我想这个理事长也清楚就是说在美国的历次的 CSIS 的兵推里面提到，如果说一旦这个共军这个在台海挑事的话，那其实有2种情况是就是会成功的。第一个就是美国不愿意介入，第二个日本不愿意出借基地给美军来使用那因此呢这个我想是应该是美国、日本现在急着要去赶快去做好一个因应的准备，这样子才能够发挥所谓的中国的反介入的力量嘛那我觉得他现在美日之间，就我观察，他可能现在需要的是靠着一个科技的一个整合跟多域的一个协作。因为既然这个中国是发展陆海空天电网，那当然他们美日之间也会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反制那所以呢，我想他们此时此刻呢，现在要注意的中国对，尤其台湾这个部分可能刚刚你所讲的，可能第一段要做一个海上的一个封锁给台湾这种压力跟美日这样的压力。第二个当然就是密集的这个像火箭炮、无人机等等这些东西，或军舰或是航母来这个一个军力的一个投射。那最后一个才是这个2栖登陆作战，但是我觉得2栖作战也不大可能会发生因为可能就是在决定在第2阶段是不是有效的火力的一个攻击台湾，让台湾能够这个投降，或者说美日就不愿意再继续投入了。这我想是决战在第1跟第2阶段。所以关键就在于说美日的介入嘛。第2是的。那当然，对于中方来说的话，当然要是反介入是。可是对美日来说的话，他又如何做到反介入？他们的战略会是他们的思维会是他的战略当然他其实一直为什么我一直在提醒台湾你自己还是要撑起第1级你第1级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们实际上如果说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或是说对民防或是大家的一个心理建设或是团结的话，那其实这个第1级我觉得是非常之沉重而且也是我们现在落实下来的。那当然如果说能够成功第1级，那当然他现在整个一个日本或是美国的一个武器投射，他就用离岸制衡战略，其实它是放射在这个时候冲绳这个就是西南诸岛的地方免得这个放在台湾，万一打了台湾就没了嘛，就被摧毁了。那因此我觉得现在美日更会加强在一个西南诸岛一个军事建设，这样子既能够防卫本身日本的本土，也能够对台湾的一个投射的一个资源。黄老师简单请教快速这个请您回应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单以台湾自身的国防的能力来讲的话，如果排除美日的介入，做得到吗？我们不管有没有能力，只要遭受到攻击的话，就是拼上所有的力量去抗拒、去抵抗。那结果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因为如果说只是海空基地通通被摧毁，跑道拿掉、雷达站打掉，这个很快，72小时之内很可能台湾就有很多地方会断裂可是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最终的政治目的，任何用兵为的是达到政治目的，政治目的是治理台湾，然后把台湾的这个现有的这个基础建设保留，那你就要确定你怎么打法。而且现在讲说兵推除了请教2位这个军事专业的军事兵推以外，还有包括像是经济兵推跟金融兵推也相当重要。2026我们看到在金融这一块，像美股啦、日股啦、台股都延续2025的强劲走势，当然有一定的支撑力道。
Morgan Stanley 呢，他们就预估标普500指数将会再上涨13%，那么日股呢也稳稳站上5万点，台股也是稳坐3万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虽然外面有这个地缘高度的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可是资本市场还是情绪高昂。可是呢，在2025，就是大家也看到2026会延续的是 AI 的走势啊。可是只靠 AI 独撑，再加上还有刚刚提到的通膨问题，如果很难退却的话，再加上现在一起考虑到的地缘政治风险呢，2026相对来说就风险是小多了吗？这怎么看呢？从这个解放军过去我们也知道，他们举行了非常多的军演，特别也是有封锁的军演，但是呢，在那段期间看到台股其实是大涨的哈，感觉上好像无关，高地缘政治风险我们就不能排除吗？这个风险是当然存在的，诚如刚刚黄老师讲的，如果是全面长期的。这全面的封锁性的这个台湾海峡的话，那对台股是核弹级的一个爆发，核弹级的影响。但如果是局部的、短期的、灰色地带的封锁，或所谓的准封锁的话，那可能它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从裴洛西事件啊，到这个围台军演，到飞弹越过台湾的领空，那这些事件，台股确实有跌，但是马上就恢复。所以对整个台股的走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的影响，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那虽然外资在去年他们也卖掉了这个将近200亿美金左右的这股票，但是他们都还是 parking 在台湾，所以他卖掉了，但是他还在钱还是留在台湾，还是伺机要去买，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他们又害怕又想来赚台湾的 AI 的这个财 ，AI 的资本市场的财，所以这个格局目前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只要AI 它持续火热，这4大 CSP 业者就是微软、Google 啊这些，他们持续有每年将近750亿美金到1200亿美金的这样投资的话，那 AI 是持续会畅旺。当然，我们说如果有一天 AI 这个投资整个停下来的时候，那对台湾股市的影响是很大，因为目前 AI 的获利，台湾股市 AI 的获利是占我们整个科技股的40%以上。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这40%拿掉的话，那我们台股一定会下跌。对，所以其实2026还是充满着高度的政治风险的一年呢。那不管你是投资人，或者是你没有在投资的，你都必须居安思危。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